让我们回归到本行，请出这期视频的主角舰队天火。先来看盒子的包装，正面维持了微星传说系列包装的传统，大开双的设计能够很好看到里面的玩具。右下角是非常巨大的角色例会，你同样能去 TF-Wiki 上看到这张图的全貌。编号为 MC-09， 微星传说继承人第9号产品。右下角画上了喷射擎天柱。事实上，在日本市场，喷射擎天柱最早亮相于2003年5月黄金周期间。当时，孩之宝顺势推出限定礼盒活动，率先在日本少量发售了天火套装作为先行产品。有趣的是，塔卡拉日版天火的正式发售时间为同年6月，也就是说，5月所有的先行活动套装以及各大玩具杂志的情报灯刊配图，全部使用的都是美版天火版本，并非后续正式上市的日版规格。来看到包装背面，映入眼帘的是天火的一系列玩法。本次日美双方深度协同，动画与玩具双线同步开发，剧情、人设、定位同步对接到玩具开发，玩具变形结构、声光机构与合体玩法也会反向与动画呼应。而作为动画中博派的核心空中战力，超大型重磅角色天火，正是这套联合开发体系下，动画设定与玩具设计完美结合的代表性产品。让我们取出内容物，内包以上下层吸塑包裹玩具，外面嵌套一层厚实的瓦楞纸纸壳，能够更好的保护玩具和包装。食品部分附带了人物卡、说明书、玩具宣传纸和调查问卷。人物卡质地偏软，不过印花精致，背面能看到天火的数值。按照惯例，展示出玩具所有配件。让我们来看到玩具本体，先从载具模式看起。天火载具的原型来自于1998年美国电影《绝世天劫》里的 X-71 军用穿梭机。没错，和今晚冲天炮是同一个原型。天火在造型元素和结构上确实都有冲天炮的影子。载具模式下，各个面的完整度都非常高。当年继承人战绩的大获成功，让雷霆舰队也确定了以变形金刚的经典主题载具形态为主要设计对象，来搭配小巧便携的迷你金刚进行把玩。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玩具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载具形态。天火从包装中取出后，可以放置在通天小的载具模式上，形成运输样式。机体下方没有任何着陆设施，那如何让天火平稳放置呢？让我们把它变成陆地登陆模式。在陆地登陆模式下，迷你金刚声呐也需要参入其中，变形为前起落架。在舰队玩具的制作中，最大的特点无疑是迷你金刚的存在。2000年，时任孩之宝社长布莱恩·戈德曼向塔卡拉提出了开发低价高收藏性玩具的提案。布莱恩此前曾任职于美国万代，正是这段在万代的工作经历，让他将不少万代的营销理念与模式引入了孩之宝。每个5至6厘米的迷你金刚，各自都能变形为载具形态，同时也是触发大型变形金刚进化机关的关键。塔卡拉的这个创意灵感来源于90年代推出的合体大作战系列，每只迷你金刚都小巧精密，很适合收藏，这让迷你金刚迅速在日本和美国爆火。打开机身上方的舱门，就可以看到载货舱的内部构造。一侧的舱门内壁上有精致的星空、仪表盘的细节刻画，这也是艾伦在制作玩具时的一个个人习惯。艾伦非常喜欢通过细节来塑造角色特性。
比如舰队擎天柱的轮子上有 Monster Prime Combo 的浮雕细节，这也与擎天柱非常暴力的载具形态相呼应。陆地登陆模式变形过程中，双手收纳至机舱底部，这里腾出的空间便能用于搭载迷你金刚，实现与迷你金刚的互动。天火附带的声呐正好可以镶嵌其中。在访谈中，艾伦用一句话概括了雷霆舰队玩具的特点，那就是变形金刚的次时代。除了变形之外，这次新增的迷你金刚互动玩法是舰内玩具最独特的地方。将声呐从底部取下，装载在尾部黑色推进器的5毫米插桩上，联动弹出机尾的机翼，就可以将天火变形成飞行模式。对比着设计图来看，虽然不打开机翼更加符合真实载具的外观，但是为了动画还原，天火载具形态下是必须要展开这2个机翼的。将声呐插入翅膀的插桩，机翼搭载的导弹就会自由落下，轰炸敌人。这也正是舰队玩具有趣的地方。迷你金刚与本体结合后，本体能从中展开隐藏武器、发射导弹或者触发特殊动作。舰内玩具的尺寸在开发中从低到高分为豪华级、大型级和超大型级，以及更高级的基地级。大型级通常都会带有音效，超大型级以上的玩具可以在搭载迷你金刚后发声发光。作为超大型级的天火，声光的秘密全部隐藏在它的喷射器大枪上，把整个机身竖起来，我们便可以欣赏到天火美妙的声光玩法。垂直尾翼向前推的按键设计，初衷并不是让玩家手动按键，而是想让小朋友将机体竖起，然后顺其自然地触发垂直尾翼向上推的开关，并响起倒计时、发射、宇宙飞行的一连串效果音。舰内玩具在以往变形金刚玩具相同尺寸下，通过了电子机关带来了更高的可玩性，这也造就了雷霆舰队成为了当时效果机关最为丰富的变形金刚玩具系列。さて、行くぜ！机头翻折变形为枪口，拉伸腿部分离出人形武器等变形结构，都让舰队天火充斥着 G1 冲天炮的影子。让我们整体对比一下设定图。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老玩具不是那种很帅气的类型，看起来很庞大敦实，失去了以往印象中空中战士给人带来的速度感。但是玩具带给人的气场很足，极具分量的身躯，类似兽人的五短身材，使得天火动起来张力十足。这份气场的另一部分来源于它身后的大翅膀，如此巨大的翅膀向上竖起，如同背后插起的将军一样，为本就壮硕的身材再添一份威武。头部表现与设定图出入很大，动画头部造型更加锐利，帽檐就像超级英雄的面罩一般向四周延展，眼睛也更大。玩具面雕去掉了动画设定类似鼻子的造型，帽檐折角更为圆润，少了几分攻击性。眼睛部分更加细长，类似于金万擎天柱的面罩设计一般，有一丝微笑的感觉。在天尊时代 CG 天火套装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尊天火的头雕刻画，
是要比老版更加还原动画的。不过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老玩具的这个头雕的，像明玉的表情更加符合动画中张弛有度的天火形象。言ったろ、任せとけって。頭の上を飛び回られるのはいい気がしないからな。福士！言っちゃったよ。コンボイと違って大胆ね。言い忘れたが、コンボイ司令官には知らせるなよ。じゃ、吉報待ってろよ、諸君。这种面料处理给予了玩具生命力。胸口造型相当华丽，抬起的机头盖板下可以看到里面类似裆部一般的设计。这里在动画设定图里尤为明显，阴影区域有若隐若现的靠背结构。天尊世代的版本却忽略了这个盖板上翻，导致靠背造型不明显，机头向下突出。向两边展开的装甲代替了肩甲的作用，不至于让圆润的肩膀看起来很弱气。左手小臂外侧有5红米插装，除了用来安装盾牌以外，你也可以发挥想象力来搭配一些迷你金刚。右手小臂是一个5毫米插孔，如果不手持大炮，就可以像动画里那样，将炮反向插在小臂，形成待机状态。来看到卡通表现，头部能360度旋转，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甚至能做出低头动作，在拍照的时候还是很有帮助的。手臂旋转、大臂平转、曲肘、拳头旋转都有设置，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有一段蝴蝶关节，能够借位拍一些帅气照片。下半身大腿无法前后踢，但是有一段劈叉关节，能做到大腿平转，但因为脚掌并不能做到灵活接地，玩具重心会有所偏移。膝盖可动只有30度左右，脚腕接地使用的是齿轮关节，毕竟是要作为合体部件的腿部，下半身的稳定性尤为重要。接地范围只能做到左右接地，没有前后接地。大家可能会有疑惑，明明经历了 G2、超能勇士等玩具可动性增强的年代，为什么舰队玩具反而可动性如此稀少呢？在 G2时期乃至后面机器人战记的玩具中，为了加强玩具可动性，经常会依赖使用球形关节。球形关节会在过度受力时会优先脱落而非断裂，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在重启雷霆舰队这一新系列时，塔卡拉开发团队曾直接走访用户家庭，进行了细致的市场调研。他们看到的是被孩子随意摆弄编到一半就被扔在一边的机器人战记玩具，球形关节磨损难以站稳的超能勇士玩具，还有因球形关节散架被直接丢进玩具箱的变形金刚们。开发团队表示，当时的情景让他们深受冲击。高龄粉丝和爱好者会把握力度，尽量避免让球冠脱落，就算球冠磨损或者脱落也能自行处理。但5岁左右的孩子不一样，作为21世纪首部变形金刚作品，绝不能忽视这些将成为下一代核心粉丝的孩子们。因此，在雷霆舰队的玩具开发中，开发团队优先考虑坚固性和战力稳定性，而并非全可动，同时也避免了过于复杂的变形，转而开发机关玩法之类的可动性之外的可玩性。前面提到，天火主要的声光玩法都在这把大枪上，按动尾翼就能响起开火的声音。迷你金刚与武器的结合便会发挥出隐藏的力量。我们将声呐安装到大枪的插装上，按动尾翼，便会响起强化火力的音效。说到舰队天火，令人印象深刻的想必就是与擎天柱的合体。这段合体也让童年的我深受震撼。动画26集，霸天虎设下陷阱，让汽车人陷入绝境。负伤的擎天柱从天而降，与天火默契合体，最后力挽狂澜，取得胜利。喷射擎天柱合体兼用卡的首次出现，看几遍都觉得很热血。
这段合体画面在制作过程中还有一个小趣闻。当时动画制作团队在构思合体画面时，既然是与天火合体，想必一定要在空中进行。那么如何让不会飞的擎天柱飞起来呢？于是制作团队就围着桌子保安起了玩具。玩到天火盾牌的时候，发现盾牌翻出的盖板正好有个5毫米插孔，能够把天火的枪插在上面。这个组合部件与擎天柱结合后，看起来就像擎天柱装备上了飞行背包一样，这样不就解决了擎天柱不会飞的问题了吗？这让制作团队欣喜若狂。后面正式发售的玩具也能完美还原出这个结构，可以让小朋友边看动画边还原合体场景。那让我们参照剧中，将天火与擎天柱结合为喷射擎天柱。在说明书的变形演示中，天火将手臂收纳回腹部的时候，拳头掌心朝外。但是根据微星传说年鉴中的陈述，这块应该是手背朝外。另外，在年鉴中，喷射擎天柱的翅膀是放置在腿部两侧，而并非放置在双腿后方。比起说明书的演示，年鉴的变形方式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到，翅膀上方凹陷的形状与侧裙甲相契合，能够更好的对应到 TV 中将这块翅膀塑造成裙摆的影像造型，而不是简单的腿部挂件。我个人也更加喜欢年鉴的变形造型。合体之后造型十分魁梧，与通天晓不同，天火与擎天柱的合体是企划初就定下的，所以上下半身的设计风格相对统一，一体性很强。上半身的倒三角身材与下半身形成了沙漏状的稳定性。天火合体腿部多出了喷射器的刻画，也是特意向高达系机器人造型靠拢。天火的大枪也可以握持在超级模式上半身的手上，形成双枪造型。双枪并不能合体，合体状态可动性微乎其微，除了变形需要的手臂有可动之外，下半身完全不可动。不过好在脚腕运用了齿轮关节，整体站立性非常可观，总体还是一个把玩性非常不错的玩具。